小时候的我是对自己外貌非常自卑的人，自卑到看到镜子会主动闪开。我会照到镜子的时间只有每天早上梳洗的时候，甚至尽量少跟镜子里的自己四目相交，因为我非常讨厌镜子里的自己。但现在的我则是I'm f***ing beautiful bitch。 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？回想起来，这个状况是从搬家之后开始的吧。我原本在一间乡下学校就读，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变好，全家就搬到了大都市居住。那时候我正要升上国小4年级，我也因此转学到了大都市的学校里。在大都市的学校，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班上的同学跟我很不一样。我有在乡下晒到熏黑的皮肤，戴着粗框眼镜，脸上总是挂着傻乎乎的微笑，配上方正的脸型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我身上散发着一股不折不扣的土妹味。但还好我很开朗，所以跟周围都相处得不错。而那时候班上也有一群打扮特别时髦的小团体，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虽然很多学生看他们不顺眼，爱现，但在当时年幼的我眼里，他们却哇哦！我会在心里幻想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时髦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团体中长得最漂亮的女头头突然邀请我加入他们。她说因为觉得我很有趣，这让我开心了一整天。之后我就这样像个小跟班一样，跟在他们身边一起鬼混了一段日子，也开始学他们尝试时髦的打扮。直到我发现他们让我加入，只是为了这样能把所有打扫工作都丢给我做。我今天刚好有事要忙耶，今天的打扫工作你也帮我做好吗？可是我都已经帮你做1个月嘞。哎呦，拜托一下啦，我之后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我的也顺便啦，拜拜。这真的是很糟糕的经验。这件事对我的自信心多少有造成打击。我开始放弃尝试时髦的打扮，排斥任何看上去可爱的服饰，因为觉得这些一定跟自己不搭。我也排斥粉红色的用品，基本上就是排斥使用所有跟可爱或漂亮能画上等号的用品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既然我穿上这些衣服跟戴上这些服饰也不会好看，那干嘛尝试呢？会为尝试就先在心理上否定自己并加以排斥。后来我只穿简单的 T 恤，可爱的洋装这类的衣服是我完全不会穿的。走路都尽量低着头，不与人对视。当大家要合照时，我总是闪躲到不见人影。我太丑了，不要拍我！一直到了高中，我对外貌自卑的状况还是存在，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会避开镜子中的自己了。但我依然不敢尝试可爱的衣服。后来，身为动漫迷的我发掘了一项新的爱好，就是 cosplay。我喜欢打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，并去同人漫展与网友们同乐。为了 cosplay， 我开始学习化妆，也为了省钱，自己制作道具跟衣服。打扮成喜欢的角色，让我能抛下自己对外观的自卑想法。而我在漫展上遇到的人都非常的友善。哇哦，你的道具做得超用心的耶！请问我可以拍你吗？大家不会去在乎你的外表如何，而是在乎你多努力的准备角色的打扮。那环境让我充满了自信与活力。活动结束后，收到摄影师的照片，也是 cosplay 这项活动令我开心的一环。我很喜欢在相片里扮成角色的自己，那跟平时自卑的自己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人。但在没有 cosplay 的日子里，我依然是那熟悉的自卑仔。到了大学，我因为牙齿咬合不准的问题需要戴牙套，我戴了2年的牙套。后来我跟多年不见的闺蜜见面时，你有下巴嘞？什么意思？谁没有下巴？我是指你的下巴变尖了。我以前不是长这样吗？你以前是平的。直到闺蜜跟我提起，我才知道牙套改变了我方正的脸型。后来我开始经营第1季的迪路小动画，成为了 YouTuber 创作者，并且定期会报名线下同人展、摆摊活动与粉丝见面。我每次去参加这类活动，一定都会化妆。但由于我是个超级大内双，即便我的眼线已经画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厚，一张开眼睛通通都不见。
对于我一个手残党来说，每次化妆都要用双眼皮贴粘出对称高度的眼皮，调整内双，真的是太困难了。一个弄不好就会变成大小眼，每次都花了我很多时间。活动快迟到了，但是眼睛一大一小像中风，这双眼皮贴必须重粘啊！后来因为贴出对称的双眼皮真的太麻烦了，到我23岁的那年，我直接去医美把它给割了，就单纯的因为我很懒。去割双眼皮时，医生说开眼头复原期跟割双眼皮一样哦，要不要顺便开一个眼头啊？好啊，听起来很划算。手术之后的我眼睛肿得超可怕，让我很不安。但复原期过后，我的眼睛变得超级大，终于不用涂超厚眼线，就有想要的大眼了。有了大大的眼睛，让我自信了不少。除了 cosplay 的妆容外，我开始更积极地研究日常的妆容。以前我对我的肌肤都是清水洗脸就完事了，后来我也开始注重皮肤保养，花了1年，慢慢的把我满是痘疤的皮肤给养好。到了今年的我，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可爱风格的打扮，买各种可爱的洋装跟首饰，开始穿我一直很喜欢但过去不敢尝试的洛丽塔，绑起高高的双马尾。现在的我挑衣服，第一件事想到的不是觉得自己不适合，而是自己喜不喜欢。而且只要自己喜欢自己的打扮，干嘛还在乎别人怎么想呢？干嘛穿洛丽塔？你穿洛丽塔，男生不会喜欢呢？老娘爽就好，又不是穿给你看的嘛的科。以前自卑的我，应该是完全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会有如此变化的。在经过这么多年后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变漂亮的，只是以前的我没有做任何尝试就先否定自己罢了。之后有时，在我跟别人面对面交流时，我可以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感受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让我变美丽的并不是我的外表，而是我的心态。那是一种打从心底感到喜欢自己的感受。我对自己不再感到自卑与遮掩，我不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而是觉得非常的完整。如果你不是真心的爱自己，那就算有再多的爱与称赞，就算你的外表变得再漂亮，你永远都会觉得不够。之后我在思考，为什么人会觉得人美丽呢？难道单纯是因为外表吗？后来我想到，我的第一任女朋友是一个胖胖的女孩，她不瘦，也不是五官精致的大美女，但当时的她有风趣又阳光的性格，以及足以感染四周的活力。那样的她在我眼里美极了，直到我停止晕船为止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她的五官不是很精致，但你却会觉得她的笑容非常的可爱。她的外表或许不是大家认知的帅哥美女，但你却会被她阳光的性格所吸引。那种人就像一颗太阳一样，散发着闪耀的璀璨，那是一种由内散发出来的魅力特质，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光彩。这是我认为比起外表之外，人最美丽的地方。我认为不论你的长相如何，不论你的身材胖瘦，只要你认真的活着，用健康的心态看待自己，你就是最美丽的。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，还是没有人夸过你，那你只是还没有遇到懂得欣赏的人而已。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对外表没自信，就害怕尝试喜欢的打扮。有时多做点功课学习后，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很漂亮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由内而外喜欢自己的心态美人。也请大家不要小看身边的土妹啊，土妹也可以是潜力股啊。而如果荧幕前的你听到这边，还是对自己很没自信的话，嘿对，就是你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你美极了。我是 Dilu Cat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生辰之夜，愿与君共赴。迪路诞生季2025民国艳影周边套组已于官方卖场上架，预购即日起至9月10日止。想寄送实体生日礼物的小天使，也可于8月25日周一前寄送至画面上方的地址。9月2日迪路生日当天，会在晚间8点于本 YouTube 频道进行礼物开箱直播，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。活动详情请看画面上方说明。9月初2夜，戌时8刻。
来与不来，由不得你。这生辰宴，本座已替你留了坐席。